来，我们把纸的角度先调一下。在这个地方画一只。还是一样，我们先用这支小的笔，小的勾线笔，把它的这个嘴巴大形这里勾出来。好，在这个看着它这个脖子下面这个地方画，沾一点点浓墨。还是一样，先画嘴巴。好，画到这个地方，嘴巴还是画中间的这一笔。看一下这个嘴巴是不是小了？还有它的头大概的这个形状。那我们再换大的笔了。还是一样，一点赭石，一点浓墨。就画出它的这个尾巴。把它大概的形画出来先。是不是这个肚子这里画小了一点，稍微再大一点？这里到时候没关系，都是要画这种纹路的。肚子这里就是白的了。其实肚子这里这是白的，然后这里两个爪子，待会儿站在石头上。先把大概的一个形弄出来。好，没有墨，我再倒一点浓墨。画写意就是要，笔要有血的味道。
不能像画工笔一样的去勾出来，完全去勾出来，这个就没有写意的味道了。你看，我们是有的地方该勾的就勾，像嘴巴呀、头啊这些细致的地方，我们就去勾。像身子这些地方，我们就不能去全部按照这个勾的这个方法去把它勾出来。好，这里加黑。眼睛我们还是要用这个勾线笔把眼睛勾勒出来。现在细节的东西还是要勾出来。这个眼睛还是在这个中间的这个上面一点点。眼睛这两边会有白，留的是白。好，我们还是换这支大笔，把这个毛扫出来，散锋。就是这种干的这种状态去抹。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头的大小，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可以往上加一点。差不多这个形。看一下这个头还要不要往上一点。慢慢去调整，调整到你满意的状态为止。好，可以一样的画出这个头上的这个。稍微散一点的锋啊。这个小勾线笔也可以散锋的。
好，这2只孔雀的大概形状就出来了。我们再去，还是继续把它调整一下，看一下需要调整的再调整。需要加浓的，我们再把它加浓一点。像这个尾巴的地方，我们刚开始没有下横笔去画，因为要看大型，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加浓一点。用浓墨处理一下。好，我们还是一样用这个勾线笔，换这个勾线笔，把这一只的这个爪子也画一下。这个爪子我们就安排在这里一个，这里一个，这个就安排在这个肚子下面这里，不是肚子啊，这个脖子、喉咙下面这里，我们画3条就可以了。1条，2条，3条，这一条就露出一点点了。还是一样，画出它的这个纹路，这个爪子的特征。好，这边这一只，这个画到这个位置，先画中间的这一条。好，它的爪子露出一点点。这2个孔雀的大概形状都已经出来了，我们现在就染色了。那我们这孔雀一般它都是绿色、蓝色，我们就用这个绿色和蓝色来
这个也少一点赭石啊。稍微的扫一下赭石，淡淡的赭石色。我们用这个三绿和头青，还有这个三青、三绿、头青、三青这三种颜色。到时候还要那只大的，我们还要用一些这个太青蓝，因为头青还不够深，我们还会用到一些太青蓝。太青蓝用一点点吧，在最深的地方用一点点。用群青也可以啊，群青。但群青的颜色它太亮了，也不太好，还是用太青蓝，它比较稳重一点，用太青蓝比较稳一点。我们画这个大作品，我们就不记颜色了，因为颜色的话，你们可以灵活运用。因为到这个精品的时候，大家都有一定的基础了，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这种意向、想法去用颜色。我现在是把这个三青和三绿混合在一起，来画这只小的，也可以加一点这种头青，三种颜色混合在一起加，让颜色里面有一个这种，每一种颜色都有一点这种感觉，这种渐变的这种感觉。这个头上的这个颜色可以用厚一些。用厚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黑色已经很黑了，如果不用厚一点，是遮不住这个黑色的，所以我们颜色要浓，要厚。我们添的时候没必要特意去把它每个地方添得很均匀，就这样去扫，让它里面透一点黑的出来。好，这后面这里也稍微扫一下，轻轻的扫一下，就是笔上多余的这个颜色扫一下就可以了。像这些地方，我们还用白色的来提，用白色的。对，我们这个还画掉了，这个嘴巴上面还有一个鼻孔，这个也是一样。嘴巴我们可以用一点点赭石，
角看一下，我们用角用淡淡的赭石啊，角也是用淡淡的赭石，赭石加一点三绿，淡淡的赭石加点三绿。上面用赭石加三绿，下面用赭石，现在这两块也稍微的有一点不同。淡淡的啊。好，这只孔雀基本上就差不多。我们再把这个白色羽毛那里，等一下我们统一的提白色的，先不提，先提了也可以啊，让这一只完整的展现一下。好，我们来一点太白，好，调一点太白。这个眼睛上面这里用太白扫一下，下面这里也是一样，用太白扫一下。这个白的可以让它很白，这个肚子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用太白整体的扫一下，然后这个嘴巴也可以用太白来提一下。好，我们这个肚子的话，整体用太白扫一下。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仿古纸，如果我们不是用的仿古纸，我们就肚子就直接留白了。好，这一只基本上差不多，这一只。最后的话，我们还要做整体的去调整。最后的话，再去把画面画完之后，我们再看一下需要调整的，我们再去调整。现在就这样，然后我们再处理这只大的，先把这个嘴巴用太白加一点点赭石把它遮一下，因为昨天把这个嘴巴画小了，所以要调一点实色把它遮住。
这是画写意画没有画画没有画错的，只有没画完的。其实你画错了，你还可以去修改、去修整，把它修整到自己完美、自己觉得满意的地步。好，还是一样，这个头这里还是用太白提。该提白的我们还是提白。好，我们再处理这个大孔雀的这个颜色。颜色我们还是这个头部，我们用深一点的颜色，深一点颜色。我看一下啊，用这个头青加一点太青蓝，不够深啊，浓一点，要浓啊，要浓一点，否则覆盖不了。加一点这个三青，让这个黑色里面透出来。可以一层一层的加啊，加到自己满意的这种颜色为止。三青三绿啊，这种头青啊，这些都可以用。这些带绿色的、带蓝色的都可以用。好，在下面这里我们用绿一点。还有我们处理这个尾巴后面，好，这个尾巴也是一样的，用这几种颜色，这个都是这种蓝绿、绿蓝的这些颜色混合起来用。我们继续来处理这个孔雀的这个毛这一块，先把这个里面染一下这个三绿。三绿，
中间的这一块染一下3粒，外围的这一圈我们还是用赭石，等一下可以再加深一点。这是孔雀的这个羽毛的这个中间，这里用的是这个3缕。这孔雀还是挺费时的，所以说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好，用了3缕之后，我们再用赭石，深一点的赭石。之前这个赭石只是浅浅的染了一次，那我们现在用深一点的赭石，再加一遍。深赭石，好，我们再用黑色的，再用浓一点的黑，倒一点黑色，倒一点墨水，浓一点的黑哦。直接这么点一下也可以。带一点动作也可以，写意意到就行。我现在目前用的都还是我的那个画叶子的笔，这一支笔可以多用。好，我们这个就这样子，然后羽毛，我们再来刷这个羽毛。
好，羽毛还是用这些蓝绿全部都用起来，再来一点三绿多用点。好，直接这样扫，稍微有一点点水分就可以了，但不能太湿，也不要太干了。如果这个你调的太浓了，就把这个下面的这个墨色就遮住了，就没有这个羽毛的这个纹路。如果太稀了，它有颜色不够，所以我们要不干不稀，笔上蘸一点水再去调色。我们让它颜色有一点渐变，怎么渐变？到后面我们就蓝一点，慢慢的三绿里面加一点蓝。稍微加一点水，这个蓝已经没有了，我们要再弄一点出来。我们用这个头青哈，用这个头青还有太青蓝，颜色让它越来越渐变，不要整个都是一样的颜色，它就没有一个变化。好，先用这个头青。头青里面稍微带一点太青蓝，这个外面少一点这种羽毛的这种感觉出来。笔尖蘸一点点水，然后蘸这个头青和太青蓝。蘸一下水，头青和太青蓝。
好，笔上干了，蘸一点水，再一起来调色。这个边上的这个羽毛还是要用这个散锋来扫除这种这种羽毛的这种感觉。蘸一点点水，这一块扫的时候太快一点，它扫的会均匀一点，不要太慢了。这样哪里没有扫到位的，我们再把它处理一下。其实已经可以了。这个孔雀基本上就形状就出来了。好，我们把它的这个腿给染一下。这个腿我们就用一点点三绿，上面用一点点三绿加赭石，淡淡的三绿加赭石。把这个有纹路的这一块染一下，然后后面这一块直接用赭石，让这个三绿里面带点赭石这种感觉，让它混合在一起。好，另外一只脚也已经软过了。来到这个头的这个地方，
加一点点这个三绿。我们再来整体的看一下这个孔雀。好，两只孔雀就完成。加一点点褶，染一次。加一点赭石啊，这只孔雀在肚子这里加一点赭石。我们这里再用这个白色的提一点点，让它感觉有一点点这种白色的羽毛一样的。稍微少一点点啊，不要太多。好，可以了。这里还是白一点，好。这个是画画就是这样子，就是在不断的这个调整和改进。两边都有白，让它这样有一个呼应。好，这个孔雀就这样子可以了。孔雀的这个头上，我们再来点一些这个花纹，用这个三绿加点白吧。这个只点这个三绿看不见，三绿加白，加点太白。调亮一点，用这个三青加太白也可以了。还是不够白，又太白了。点的散一点，不要点的太整。好了，可以。那我们现在用这个墨把这个山的这个大概的形状给画出来。这个山它肯定是在这个它是站在这个山边上，它是站在这个山石的这个石头的中间。
先把这个大概的形状给画出来。大概这样子的一个山形。先勾出山的大概形状，然后我们再来撑出它的这个面，3个面。这是一个面。撑出一些特殊的纹理。
这个山的话，我们就大概就画一个大形就可以了。画一个大形。大形出来之后，我们等它干了，我们再去软。